走最贫穷的地区、最不像路的路，却被罚了最夸张的罚款。这是我们开着中国汽车穿越非洲的第123天。此时我们已经来到了非洲第6个国家几内亚，这是我们展现车技的一天，也是我们中国汽车向非洲人民证明自己的一天。30-40度的上坡，踩住刹车能自己溜下去的下坡，几内亚的路况成为了我环游世界95个国家的天花板。从日出开到日落，仅开了不到100公里。非洲的黑夜非常危险，如果找不到安全的地方休息，无论是车还是人，随时都有消失的风险。幸好一个好心的村落收留了我们，让我们在全村唯一的床上睡了一宿安稳的觉。在中国呢，还有一个名字叫猫鼬，对，它现在是村里的基本。起床了，兄弟们啊！昨天那一宿啊，睡的是特别 nice。我没想到他们这儿的人睡觉会这么晚啊，1点才离开。然后呢，夜里的声音特别多，过车的，你看现在摩托车是过车的，大卡车呀，还有完了各种各样的声音，鸡叫的、呼噜的，什么声都有。看看他的这个床啊，他这床是用麻袋做的，里边是草。这晚上一晃，他就感觉整个这个床要塌了，就叮当叮当叮当。然后这个耀阳总是觉得会拍他脑袋。不是，拍了好几次了，我脑袋大一大包。大家注意看，我给它卡上了。这一阵看见了吗？翻版，就是睡觉的时候，哎呦，拿不起来了。睡觉的时候，突然睡着睡着，这个上面这个东西，咣就砸我脑袋上了！我的天哪！虽然啊，大家看啊，这床可能大家觉得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在这个环境下啊，能有一张床就已经非常不错了，非常非常不错。而且晚上人还给我们准备了一毛毯，没有这毛毯，今天活不了命啊！早上好，morning， 早上好，看看，哇，非常原始的一个小村子，非常漂亮。现在能看清啊，你看看这个小村落里啊，大概有10栋这种小的圆形的草屋子，非常的原始。对，一起来你会觉得，哇塞，特别的漂亮啊，非常的不一样。哦，他们在干嘛呢？哦，早餐。哎，这个早餐它是卖的吗？卖的，对啊。哦，我们也买吧。我看像粥。哦，这是一个豆的粥。粥。哦，这个怎么卖啊？发的粥。我Hindi na ko fay. Tayo ciao ta la ko ta ciao chen. Dere. Dama hindi na ko fay. 不，我们来。不用。我们来。这个老公要交钱，不用。如果咱们要都吃了，别人会不会没有了？不是，但是如果在这边完了，他就回家再去盛。OK。兄弟们看看啊，这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好像是玉米粥啊，是什么粥？这一碗粥呢，大概3块钱，大概3块多钱。这一大碗3块多钱，还是很合适。而且这个妈妈带着孩子啊，走街串巷。他这一锅已经卖完了，专门卖早餐的。来，咱们也尝尝当地早餐吧。我的妈呀！我没想到是这个味道，很酸，酸完了以后，我以为馊了，往里边放了很多糖，酸甜的。这里放了酸奶，不是柠檬，是柠檬。哦，柠檬，怪不得那么酸啊！我以为是酸奶。他们连喝粥啊，他们都放酸奶，放这个柠檬，好喝，你多喝了吧。你这么挨饿，多喝了。卖油啊，卖油。哦，这给摩托车灌汽油是吧？对。他们这有一个桶啊。哦，这是最原始的一个方式。哦，里边去增压了，给这个蓝桶里增压啊，让它把这个汽油能够灌出来。最原始的一种方式啊。他们刚才把这个小米啊，这要大米放在这么一个里头了啊，估计可能要脱壳。旁边准备了一个大棍子，估计要往里杵，然后脱壳。非洲农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，
住在这么奇特的一个小屋子里，旁边是鸡圈，好像是围起来了，非常的自然。早上起来烤火，那个都是路过的汽车，一个一个的小山包。好了吗？吃完了，吃完了啊！我再找完，别再找了。好，吃饱了准备赶路吧，咱们。谢谢这兄弟昨天晚上让我住了一晚上啊！我发现他们这村里啊，真是比较贫穷，而且呢，真的是缺水少药。昨天他让我们洗脸，给我们做了很多的。给我们很多水，给我们的方便，完了还把自己的床让给我们，真是特别。这是他的老婆。哦，这是老婆。很漂亮。谢谢。Maxi， 谢谢。Maxi， 来 Maxi。我先给他们一点药，这个药呢，我们路上带的也不多，但是这个一个是万能片，就是你以前吃的那个，这个一个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布洛芬，这是治感冒的。然后呢，我这儿呢还有一点钱，我就都给他吧。谢谢兄弟啊！希望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。Goodbye, Maxi。谢谢啊！我们酒足饭饱，梳洗打扮完毕，现在出发。出发喽！谢过了村民，我们再一次上路。摆在我们面前依然是教科书般的非洲烂路，上坡下坡，就像是越野游乐园一样。这让我们充分体验到了西天取经的乐趣。兄弟们啊，我们看看这条路，全是大石头和深沟啊！你们看这沟多深，这个已经不像是汽车走的了。别压着这大石头，往左。对，骑着你。兄弟们，看看我这一路啊，真的是太难了，整个就是在用汽车爬山。这种路啊，真的对腰的考验太严重了，对汽车轮胎的考验都特别的夸张。来之前没想到非洲的路道是这种程度，原以为说最多有点坑坑洼洼的，没想到都是爬山的路。兄弟们啊，看看非洲的司机啊是怎么开车的。哎呦，前面一大坑，哎呦，深坑。奇深无比，哎呀，好，又接了一个激流勇进，好，注意啊，看看前面的非洲的出租车来了啊，我们进行一些避让，看看啊，一个小车上面驮了一巨大的包，上面还坐俩人，哇 ，very nice， 后边还坐了7、8个人。我们走这种路啊，还是一辆越野车，其实走的就已经很痛苦了，他们能走。其实也是东摇西摆，但是这车就是不翻。你看看上面落了非常大的包啊！有时候我看他拐弯的时候，这车眼看就剩2轮着地了，哎，他又回来了。上边又坐着俩人，我发现坐这俩人可厉害了。这俩人跟秤砣一样，就是说一旦你快翻了，他往另外一方向坐，又给你坐回去了。在非洲开车非常的随意。只要车轮还能动，那就是一辆好车。但对于我们来说，却要万般的小心。单车穿越非洲的风险是非常大的，没电、没网、没信号，没有队友的救援，甚至连配件都买不到。一旦车要坏了，可能直接会让我们的计划前功尽弃。很多人问我们，在这样的地方是如何加油的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。路边有一加油站，我上这加油，结果发现啊，人这只有加油机和这棚子。没有油啊，油在这儿呢。走吧，哇，排着队。萨拉瓦雷贡。你好。他们在做什么？这是？哎，他们这干嘛？哦，他这弄花生呢。你好。哦，他是摇花生呢。摇花生。OK。哇塞。这是一个脱壳机吧？这是手动的那种。哦，真的啊，这是手动的一个脱壳机。哦，他就把这碾碎了放下面了，这没有掉出来的花生。我给你看，你旁边有一个花生西施啊。啊，这是很漂亮啊，今天啊 ，beautiful，bonito，emoji。
那么一，那么挤，那么挤，这个说害羞了。看这个，这是他们加油的啊。嗯，这路但是边加柴油吧？这是柴油还是汽油？柴油。对，上哎，送死，咱们能用的。能有。哦，这个多少钱啊？你确定吗？咱们没有粉色的油啊。咱们的摩托都是用 S 都在送死。对啊。哦，你看人这大趴赛啊，看没有？非洲趴赛这还很少见啊，一般都是轻骑，人这是趴赛啊。可以啊，150cc 大爬缸，这个多少钱？15000，15000就是12块钱吧，3块钱这么一瓶啊，1升。你闻一下味道，我闻一下，好怕加错。我觉得应该是汽油，不是柴油，不是煤油那种。哎，songs，OK， 反复确认，来吧。因为你看它都是蓝色的油，这个是红色的油。没事，叶阳，你真啥油都敢加呀？只要他说是汽油就没有问题。我们还有前方不远的地方啊，我们就到了。啊，先喝一桶汽油，肯定能撑得到。OK， 这是几内亚的钱啊，几内亚的法郎2万。OK， 这是咱们非洲路边的一个小卖店啊，看看里边有卖什么的。哦，有卖鱼的，你看，有卖鱼的 ，fish。哦，是这样的水啊，对，甘甜可口啊，还不算特别凉。OK， 好喝吗？绝对的净化的干净卫生啊，没问题。来喝吧，咱们看看还有啥。它没有桶装水啊，哦，比较简单啊，物资也是比较简单，就什么都有卖的，菜也有，就是洋葱也有，罐头、糖、小饮料、面包啊，这面包还似乎是吃剩下的面包，然后这种糖，宝宝吃的饼干，刮胡刀片。店不大啊，应有尽有啊。那要给你们花生？不用，不用。他要给了，那我拿去吧。呵，这能白拿人东西吗？给这么多花生，哎呀！来，没事，拿着，好，拜拜。前方就有加油站了啊，我们继续上路。进入几内亚之后，我发现这和之前我们去的非洲国家略有不同，房屋的结构更加原始，自然环境更加的狂野，加个汽油也需要更多的货币。经过整整1天的奔波，终于在入夜前抵达了几内亚的首都科纳克里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刚一到就赶上了当地冲突，看着地上的砖头碎屑和还未熄灭的燃烧物，不由得紧张了起来。看来今天必须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过夜。到了，就是这儿，大红灯笼。